就算这里有鬼啊，嘿，他们也不会侵犯我们。少爷，你怎么知道的？这是聊斋书上说的。哎，因为鬼呀是最尊敬书生的了。这个爱看《聊斋》的书生幻想着自己能和宁采臣一样，在荒郊野岭成长为一名恶灵骑士。你是不是跟他有一样的想法？先别急着回答，因为看到最后你会感慨一句：童话里都是骗人的。这是写点大师桂志红51年前的经典之作，他将人心的贪婪和对未知事物的敬畏演绎到了极致。故事开始，这位自作聪明的书生名叫宋礼和，正带着他的倒霉管家顺来上京赶考。要不是为了应付老爹，他早就去逛窑子了。结果因为半路调戏村姑，主仆二人在荒郊野外迷了路，周围全是坟包，阴风阵阵，把顺来吓得够呛。可咱们的宋大少爷一点不慌，他可是聊斋10级学者，坚信鬼怪最尊重读书人，说不定还能来一场人鬼情未了，还不停向周围的坟包见礼。王夫人，小生今晚在您这儿打搅一晚，可不可以啊？少爷，正念叨着，顺来突然指着远处一座大宅子，赫然出现在坟地中央。宋少爷顿时大喜，天无绝人之路啊！顺来却觉得这房子像个大坟墓，心里直发毛。宋少爷却一脸你太年轻的表情，开始了他的现场教学。他断言这肯定是鬼屋，晚上看着是豪宅，白天就变回坟墓。而且根据《聊斋》记载，待会来开门的肯定是个脸色苍白的老头。于是他自信满满的上前敲门，果不其然，一个面色惨白的老伯突然出现在两人身后。你们2个人3更半夜的在我们门口干什么？老伯，小生上京赶考，深夜迷路，未知能否借住一宿啊？我进去问问我的主人，你们在这儿等一下啊。顺来当场就给跪了，少爷你真是神了。宋少爷得意洋洋，继续预测这家的主人肯定是个年迈的夫人，会说自家老爷在外围观，然后邀请他们去厢房暂住。就在这时，顺来掏出一道家中老太太给的护身符，想让少爷带上保平安。岂料宋少爷当场发飙，带了这玩意，漂亮女鬼还怎么敢靠近我？说着就把符咒扔到一边，进了门。大堂里果然坐着一位风韵犹存的老夫人，宋少爷的哈喇子都快流出来了。可他没想到的是，更劲爆的还在后头。老夫人叫出了自己的女儿配方，那叫一个国色天香，宋少爷的魂儿当场就被勾走了，眼睛都看直了。接下来的对话简直就是剧本复刻，老夫人说的台词跟宋少爷预测的一字不差。这下宋少爷彻底飘了，觉得自己就是天选之子，今晚必定要和女鬼小姐姐共度良宵。主仆二人被安排到厢房休息，顺来尽心尽责给少爷安排了一个头悬梁套餐，可他自己却昏昏欲睡。宋少爷见状，立刻拿出了早就准备好的聊斋故事，津津有味地看了起来。就在此时，屋外的丫鬟开始给小姐准备洗澡水、沐浴更衣。宋少爷见状，魂都被勾走了，他幻想着自己变成了丫鬟去帮小姐沐浴。他看了看睡着的管家，灵机一动，直接把自己这头的头悬梁换成了夜壶，然后偷偷爬到小姐的房梁上偷看，结果动静太大，直接被当场抓包。老夫人勃然大怒，一声令下，2个壮汉就把这对倒霉主仆扔进了臭气熏天的猪圈里。被关在猪圈里，顺来吓得哇哇大哭，埋怨少爷不听劝。宋少爷却还嘴硬，说这都在意料之外，不过没关系，等天一亮，这豪宅就会变回坟墓，到时候他要亲手把这坟给砸了报仇。他就这么在猪圈里美美的睡了一觉，等待着黎明的到来。然而第2天太阳升起，猪圈还是猪圈，豪宅也还是豪宅。宋少爷瞬间傻眼了，完了，搞错了，这他娘的不是鬼，是活人啊！主仆2人被拖到大堂，老夫人气得浑身发抖，指着宋少爷的鼻子破口大骂，说他身为读书人却做出禽兽不如的事情。宋少爷吓得屁滚尿流，赶紧解释说自己以为他们是鬼，所以才敢胡来。这话不说还好，一说老夫人更气了，难道我们是鬼，你就可以为所欲为吗？元福，把他们绑起来送到衙门里去。为了不被送官影响考试，宋少爷只能跪地求饶。老夫人看他认错态度还行，决定不送官，但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他下令重打宋少爷50藤条，这下宋少爷的屁股可遭了殃，被打得嗷嗷直叫。顺来心疼少爷，站出来求情，说少爷身子骨弱。结果老夫人逻辑满分，你作为仆人没有看好主人，就是监护不力，连你一起打。于是顺来也喜提20藤条，真是一人作恶2人当灾。屁股开花的主仆俩被一脚踹出了大门。宋少爷不仅不知悔改，反而把所有错都怪在顺来身上，说都怪你那道破符，才害得我没遇见女鬼，碰上了一帮活人。可顺来却吓坏了，把符带到了自己身上。2人一瘸一拐的继续赶路，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。过桥时，宋少爷一脚踩空，掉进了一个深坑里。气急败坏的宋少爷爬出来后，就骂骂咧咧的闷头向前走，根本没有注意到后面背着行李的顺来没跟上来。结果顺来不小心掉进了一个坟坑里，这里面还有一群滑溜溜的长虫在爬，他吓得魂飞魄散。宋少爷听到呼救声，急忙拿来竹竿救人，结果用力过猛，2人又一起掉进了一旁的河中。就在他们绝望之际，一个砍柴的大叔路过，好心把他们拉了上来。
大叔见他们可怜，便邀请他们去自己家歇歇脚。宋少爷一听有地方住，立马把刚才的狼狈忘得一干二净，于是拿着从河里捞的螃蟹，跟着樵夫回了家。进屋以后，他再次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。柴夫竟然有个如花似玉的女儿。就在他想入非非的时候，发现樵夫居然有2个女儿，她们的名叫凤珍和凤英，简直是一对漂亮的姐妹花。宋少爷那颗骚动的心又开始不安分了，真是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他完全无视顺来不要再害人的劝告，觉得这是上天赐予的缘分。很快，樵夫的大女儿凤珍邀请宋公子到自己房间换衣服，顺来担心少爷乱来，急忙阻止。宋少爷怎么能让人打扰他的好事，推开顺来就跟着来到凤珍的房间，结果只是换衣服，他想象的事情并没有发生。转眼间来到晚上，主仆2人正在呼呼大睡，妹妹凤英突然出现，叫醒了宋少爷，说姐姐让他过去一下。宋少爷一听更是心花怒放，难道今晚还有双倍的快乐？他美滋滋地跟着凤英来到另一个房间，眼前的景象让宋少爷大惊失色。很快，宋少爷的惨叫声就把顺来吵醒。出于好奇心，顺来就偷偷来到窗前偷看，结果被他看到了恐怖的一幕。只见2只青面獠牙的僵尸正在那里吸收着少爷的阳气，眼看少爷没救了，顺来就要逃命，结果变成僵尸的樵夫冲了过来。慌乱中，顺来捡起地上的桃枝向樵夫扎去，没想到桃木真的克制僵尸，樵夫当场领了盒饭。可2只女僵尸不想放过，顺来紧追不舍。幸运的是，在顺来精疲力竭的时候听到了鸡叫声，2只女僵尸只好不甘心地退走。大难不死的顺来急忙查看自己的伤口，他发现是那张符咒救了自己，抵挡了僵尸的攻击。很快太阳就出来了，果然如同宋少爷描述的那样，樵夫的房子变成了一座荒坟。顺来过来寻找少爷，结果发现少爷也变成了僵尸，只好独自逃跑。看到这里又回到了刚开始的问题，你还相信聊斋里人鬼恋的故事吗？我是小 K， 我们下期见。